朋友们，一个人开悟或者觉悟的标志是什么？很多人总是对这个话题很好奇，所以今天我们再和大家简单的聊两句。很多人觉得特别玄乎，要么是突然顿悟，要么是经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你放心，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玄妙，也绝不可能是一套总结出来的为人处事的标准答案，或者说个人状态的呈现和变化。放心，它不会是那么的具体和固定。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觉悟其实很简单。其实当一个人开始越来越多的去做他需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时，这就是这个人越来越觉悟、越来越觉醒的标志。因为一个真正开始觉悟的人，压根就没有什么是我喜欢或者我不喜欢的。开始觉悟，就是说一个人已经开始超越了这种喜欢和不喜欢。一个人一旦超越了这种最简单的二元化思维，这就意味着他已经摆脱了绝大部分业力系统对他的支配和驱动。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那个我想要，这个我不想要，那个我爱，这个我恨。这些二元对立的思考机制，其实就是这个业力系统控制你、支配你、驱动你的基础。这就像是被植入到你潜意识里的原始代码一样。你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你就一定会按照它的指示去运作，这样你就会进入一种程序化运行的状态。举个例子，你早上拿起手机，本来只想看一眼时间，结果再抬起头，40分钟没了。你打开文档准备写方案，手指却像自己长了脚一样点开了短视频。你明明决定今天早点睡，可一到晚上11点，那个再看一条就睡的声音就准时冒出来。你以为是你的选择，你以为是你的自由意志在做决定，但你从来没有真正做过任何一个决定。你只是在一遍又一遍地执行一套已经被写好的程序。先别着急反驳，你如果不信我说的话，觉得这是信口开河，那么你不妨好好审视一下自己。为什么很多时候自己情绪来了以后就会变得不由自主了呢？往往都是等你在造作了、荒废了、爆发了或者失控了以后，慢慢的平静下来了，你才会意识到怎么会这样呢？我不该这样的，我真的不想这么做，我明明应该是去做什么的，但是我却没有做，或者我做了不应该做的。看看自己平时的状态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是，那你不就是被这个业力系统支配的机器人吗？对吧？我知道听到这里你可能有点抗拒，你可能会想，我有自己的想法啊，我有自己的判断啊，我不可能完全是机器人吧？好，那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你从小到大喜欢的东西、讨厌的东西、害怕的东西、渴望的东西，其实本质上一直是同一类，只是换了个形式，换了个对象，但那个模式从来没有变过。你总是被某一类型的人吸引，你总是在同一类事情上栽跟头，你总是在同一个卡点上反复困住。你以为是命运在捉弄你，但你有没有想过，命运是什么？命运就是一个你不曾察觉的程序在你背后默默地运行，而你全盘照单接收。你以为你在生活，其实你只是在重复。所以能真正超越这个代表了二元对立思维的我，然后平静坦然地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去做自己需要做的事，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觉悟的人。但是这是极少数的存在，因为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3个字：反人性。圣人他就是反人性的存在，所以古往今来圣人非常非常的少，对吧？这里边有一个最吊诡的地方，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类，
带着天道赋予我们所特有的意识和觉知功能来到这个世界上，体验上这几十年，但是我们却几乎是从一降临开始，就背上了每个人特定的不同的业力功课，被注入了这些特定的不同的潜意识。我还可以告诉大家，这件事的绝大部分其实都是在我们的童年时期，甚至是还没有记事的那几年就已经完成了。没错，它们就是一切现在你一直在认同着的你脑袋里边的那些二元化的思维，就是你的那些喜和厌、善与恶、好与坏、是与非的认知、概念和标准，决定了你的命运。一旦你是在这些思维认同之下活着，那你就永远也无法触及到我经常说的生命的那个维度。所以，当你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在和这个外部世界交互的时候，在平时任何的生活情境里，如果你能做到超越了这个正在时刻产生着二元对立思维和评判的我，或者叫小我，时刻都觉察到它，然后抛开它，不让它来支配你的一切言行举止，你只是对每一个当下投入你的觉知，投入你的注意力，用它们去应对当下一切的发生。但是这一步很难。为什么难？因为你的习惯太深了。从你记事起，你就习惯于认同你脑子里所有的念头，它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它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你从来没有怀疑过它。所以当那股情绪上来的时候，你根本来不及觉察，话就已经说出去了，事就已经做出来了。等平静下来，你才后悔。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反复强调一个词：正念。它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你能做到时时刻刻都至心一处。你在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你的注意力都在当下这一件事上。你刷牙的时候，你就感受牙刷和牙齿的摩擦；你走路的时候，你就感受脚底和地面的接触；你喝水的时候，你就感受水流过喉咙的温度。就是如此简单，一次只做一件事，保持这种专注，保持这种正念的状态，这样你自然就不是在业力习气的支配下去做事、去反应，而是知行合一的行所当行的。你的生命轨迹当然也就会变得和从前不一样，你就彻底的向生命之门敞开了，你生命本来的样子就得以呈现了。因为你开始有选择了。以前你是一个念头来了就跟着跑，完全无意识的，但现在你看到了那个念头，并且你决定不跟它走。这一个不跟它走就是天大的不一样。就像你站在一条河的岸边，河里的水流就是你的思维。过去你整个人泡在水里，被冲得团团转，你以为那就是生活。但现在你爬上了岸，你看着水在流，你知道那是水，不是你。你能看见它，你就不等于它。这就是觉悟的实修，不是知道了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就在这些最日常的时刻里做回了自己的主人。我把意识到自己要成为这样的人，并且开始一步一步的修炼，开始在各种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内容当中去体悟和践行的人，称之为觉悟的实修者。这样的人，他们一定是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内在的丰盛、喜悦、自在与和平。这样的人已经或者逐渐地开始从这台业力机器的控制下解脱出来了。你看，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到外边去一直寻找所谓的什么真理真相。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是通过这样的超越和进化，自然而然地一步步回归到那里。这才是我们这一趟生命旅程的意义。记住，这其实应该是一场超越和进化的旅行，而不是一场追求、获取、得到，甚至是创造的旅行。所以《心经》告诉我们了：无所得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为什么说无所得才能心无挂碍？因为所有得都是一个框架，你得到了一个东西，同时你就产生了担心失去它的那个挂碍。你抓住一段关系，你就有了害怕破裂的恐惧。你今天定了一个目标，明天你就会为达不成而焦虑。这一切的苦全都是由我想得到点什么这个念头开出来的花。那我们就什么都不用追求，不用做了吗？不是的。你注意看《心经》后面那句话，他说的是因为心里没有挂碍了，所以没有恐怖。因为远离了恐怖，你也就远离了那些颠倒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什么叫颠倒梦想？就是你以为外面有个什么东西能让你完整，你以为得到某个人、某个成就、某个结果之后，你就会永远快乐。这种想法本身就是颠倒的，因为那个东西就算你得到了，你也会在下一秒开始担心它会不会消失。你永远是那个患得患失的、不安的、被困住的你。但是当一个人开始向内走，开始超越喜欢和不喜欢，开始只是做需要做的事，那他就不再需要从外在抓取什么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他做一件事，不是因为这件事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而是因为这件事是他当下该做的。他投入一段关系，不是因为他需要从对方那里索取爱和关注，而是因为他愿意在当下一刻全然地面对这个姻缘。他不再算计得失，不再盯着回报，他只是在每一个当下把觉知和注意力放在该放的地方。你想想看，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他恐惧呢？他没有什么怕失去的，因为他本来就没打算抓住什么。他也没有什么怕得不到的，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向外所求过。这不是躺平，不是摆烂，不是消极，而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姿态活着。你依然在做事，但你不再被事情的结果所绑架。你依然在生活，但你不再被生活的起伏所设伏。你就像水一样流过一切，但是不留恋，不执着，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你想想，你的恐惧几乎全部来自你对某个结果的执着，怕考不上，怕被拒绝，怕对方离开，怕自己落伍。每一个怕后面都跟着一个我想要。如果你真的能把那个我想要松开一点点，你就会发现天地忽然就宽了。当你真的明白，你这一生本质上不是来获取的，而是来回归的，你的心就开始松下来了。你不再盯着远方的那个目标，而是开始留意当下的每一步。你以前总在心里盘算着，等我怎么样了，我就要去做什么。现在你会觉得不需要等，我现在就可以做。至于我们在短暂的体验过程当中的这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得到和创造，它们都只是一个顺带的结果，都只是一种体验，它不是目的，更不是终点。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